拒絕情緒勒索的第一步，認出它。你不是冷血，而是在學會愛自己。我這麼做還不是為了你好。如果你真的在乎我，就不會這樣對我了。你要這樣就去啊，不要怪我以後不理你。這些話你聽過嗎？也許你正在經歷。有趣的是，這些話語表面上看起來都合情合理，甚至帶着一點關心和無奈，但你心裡卻莫名不舒服，好像踩到地雷。那是一種無法解釋的不安。你明知道自己沒有錯，可是卻忍不住懷疑自己是不是太自私、太冷漠、太不體貼。你想開口為自己說話，卻被內疚噎住；你想轉身離開，卻被怕他受傷的情緒拉回來。這就是情緒勒索。它不是大吼大叫的威脅，而是帶着情感糖衣的枷鎖。不是用鎖鏈，而是用愛與愧疚悄悄綁住你的意志。但今天我們要一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認出它。情緒勒索不是偶爾情緒化，而是一種操控模式。情緒勒索不同於情緒反應，每個人都會有情緒，但勒索是一種結構性重複的操控策略。它的典型套路是這樣的：一、施壓者提出要求，明示或暗示；二、你拒絕或表現猶疑；三、他開始情感反擊，生氣、冷戰、裝可憐，讓你愧疚；四、你為了不讓他難過，只好妥協；五、對方學會這招有效，下次再來一次。這樣的循環讓你一次次違背自己的意願，卻還得告訴自己沒關係啦，是我太小題大做。久而久之，你會開始習慣性忽略自己的感受，只為了維持不讓對方不開心的假和諧。情緒勒索最可怕的不是你被逼做什麼，而是你連不願意都不敢承認。最熟悉的臉孔往往是最強的勒索者。美雲是一位護理師，工作繁忙，她很想搬出去住，但每次跟媽媽提到這個想法，媽媽就說：我老了，也沒別人陪，如果你走了，我連講話的對象都沒有了。於是美雲一次次把獨立的念頭吞回去，住在家裡，白天上班，晚上照顧母親，沒有自己的空間，幾乎窒息。她不是不孝順，而是沒被允許成為自己。人杰跟女友交往3年，女友常說：我過去那麼辛苦，現在只有你能讓我相信愛情了。所以每次人杰想有自己的時間，或對關係有不同意見，女友就哭着說：那你現在也要丟下我嗎？最後他不敢吵，不敢說，什麼都答應，卻越來越像個無聲傀儡。他不是沒感情，而是被困住了情緒自由。這些例子都說明一件事：情緒勒索最容易出現在親密關係中，因為愛變成了人質。情緒勒索者怎麼讓你自願上鈎？你可能會問，又不是笨，怎麼會這麼容易被操控？這裡揭露情緒勒索者最常用的4大招式，你可以檢查看看，你是否被這些句型制約過。1、恐懼式威脅，你要是真的走了，我就活不下去。2、罪惡感操控，你都沒想過我這樣還不夠嗎？3、羞辱式打擊，你這麼自私，連這點小事都不肯。4、犧牲交換式，我為你做這麼多，你卻連這個也不肯。這些話語看似情緒化，但本質上是精準的心理操控，用你最不想傷害對方的心，
反過來傷你最深。而這些招數之所以有效，是因為我們內心早就被訓練去討好、去順從、去否定自己。所以情緒勒索的第一步，從來不是逃離對方，而是認出你在哪裡出賣了自己。你不是壞人，你只是不敢失去愛。很多人會問，我是不是太自我了？我是不是太冷血？是不是我不夠體諒，才讓他這麼難過？這些問題的背後，其實都藏着一個更深的恐懼。如果我不順從，他是不是就不愛我了？如果我堅持自己，我是不是會變成那個壞人？但真相是，真正愛你的人不會讓你用犧牲自我換來愛。你拒絕被勒索，不是因為你不愛，而是你在學會什麼才是健康的愛。你開始願意說不，不是因為你狠心，而是你懂了情緒健康必須要有界限。如何認出情緒勒索的紅燈？情緒勒索不像外傷那麼明顯，它更像慢性中毒。但你可以從以下幾個紅燈發現蛛絲馬跡。跟某個人相處後，你經常感到疲憊、內疚或懷疑自己。你常常答應對方後，自己卻很想哭。你明明不想做某件事，卻說服自己沒關係啦，就這一次。你會在對方面前變得膽怯，怕說錯話讓對方不開心。你覺得只有在配合對方時才是好人、有愛、成熟的表現。如果你有以上3項以上中槍，那麼該是時候重新審視這段關係了。不是要你立刻斷絕，而是提醒你，保護自己不是自私，是負責任。當你開始為自己站穩，世界也會開始調整。有位學員說過一句很動人的話，我以為我一直在保護這段關係，後來才知道我只是一直在拋棄自己。當他鼓起勇氣第一次對母親說，我知道你需要我，但我也需要空間。那天晚上，母親的確很生氣，哭了，冷戰了。但1周後，母親打電話來說，我想了想，你說的對，你也需要你的人生。這不是每段關係的結局都會這麼和諧，但這告訴我們一件事，你一旦開始尊重別人，別人也才有機會重新學會尊重你。結語，你不是為了犧牲自己而生的，親密關係本該是彼此滋養，而不是一方勒住一方。拒絕情緒勒索的第一步是認出它，然後溫柔而堅定地告訴自己，我值得被愛，也值得自由。從今天起，你可以不再把討好當作愛，不再讓愧疚凌駕於尊重自己之上。因為情緒的勒索，只在你認不出它的時候有力量，一旦你看清楚，繩索就開始鬆了。